从前有一个财主，不但不行善积德，还经常干些灾年囤粮的缺德事。财主老婆只生了一个女儿，眼看女儿一天天长大，快到出嫁的年龄了。财主心里算计开了，他就这么一个女儿，要是嫁到别家，以后这家业交给谁啊？万一把家业都交给了女婿，等我们老两口都闭了眼，这女婿要是变了心，这时连我女儿都给赶出家门，那不白白便宜了外人吗？不行，得想个好法子。这天早上，财主老婆要去庙里上香，财主躺在床上懒得动弹，财主老婆催了几次他都不起来，就骂了他一声懒鬼，独自一个人去上香了。财主听了老婆的骂，心里突然灵机一动，对啊，为何不找个懒鬼做上门女婿？这家伙越懒越好，让他懒得干涉我女儿管理家务，也懒得去外面沾花惹草，更懒得动脑筋对我的家产有非分之想，这样我的万贯家产就不会落到外人手里了。哈哈，这个主意真是太棒了。他立刻把管家招来，吩咐说，你去给我四处贴几张告示，就说我要找个懒汉，单身的，越懒越好。管家愣了半天，财主见他站着不动，很是生气，又重新吩咐了一遍。过不了几天，管家风风火火地跑来告诉财主，老爷，人找到了。管家说，那人是县里出了名的懒鬼，名叫何傲，天天躺着睡觉，从来不找活干，只有饿极了才到饭店里讨点剩饭剩菜吃。财主非常高兴，好，你马上去把这个何傲给我找来。没过多久，大家都知道财主要嫁女儿了，而女婿居然是全县最有名的懒鬼何傲，这事轰动了全县。大家茶余饭后都在讨论，有人说这财主一定是脑子进水了，饭这么多的小伙子不找，偏找这一个又懒又穷臭要饭的。很快就到了办喜事的日子，很多人都来了做客，新郎官喝得醉醺醺的，十几个仆人硬架着才把他塞进了洞房。财主见一对新人入了洞房，心情极为舒畅，也多喝了几杯，早早的就上床安歇了。第二天天一大早，财主还没起床，女儿就哭啼啼的找上来了。原来天还没亮，新郎官就不见了。财主女儿等来等去，老半天没见人回来，只好来找他爹。财主没太当一回事，以为是家里太大，何傲走丢了。可是仆人都找遍了整栋宅子，也没找到新郎官。财主急忙叫来管家，让他务必把新郎官给找回来。财主和女儿在家里焦急地等待着，女孩在一旁不停地哭泣。管家匆匆忙忙地跑了过来，说，老爷，何傲找到了，他正躺在街边睡大觉，我们拉他回家，他却死活不肯回来。财主和女儿跟随管家来到那里，只见何傲穿得破破烂烂的，躺在地上，紧一阵慢一阵的打着呼噜。财主上去就是一脚，混蛋，家里好好的，你还躺这睡觉，我的脸都被你给丢尽了。你的那身新衣服呢？是不是喝多了跟哪个乞丐换了？何傲慢吞吞的睁了眼看财主，你谁呀？我睡得正香呢，干嘛吵醒我？财主气急败坏的冲何傲喊道，混账东西，我是你岳父，怎么连我都不认识？何傲恍然大悟，你就是那个要招我当女婿的财主吧？你实话跟你说吧，我才不去见你呢，跑来跑去多累呀！相亲那回我是让孪生哥哥何大去的，像拜堂成亲这么累的事，我更不会去参加了。也是我让我哥去替我了。财主怒不可遏地揪起何傲问，你大哥在哪里？何傲像说梦话一样喃喃细语，我嫂子可是出了名的母老虎，我估摸着他这会儿肯定正在家里跪搓衣板。财主沮丧地扔下何傲，回头看见管家还尴尬地站在后面，于是恼羞成怒地骂道，混蛋，你怎么给我找了这么一个懒东西？这不是故意丢我的脸吗？管家委屈地说，老爷，我是按照你吩咐找的呀，你说越懒越好啊。